什么是潜入？正常潜入是先观察一段时间，再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和逃脱路线，杀掉目标，悄然离去，一切都在精准的计算之中。而这个男人带着千军万马必白袍的气势，一把战斧，一袭刺客长袍，一路从正面潜入，直指敌人中军大营，并且杀掉所有见过他的敌人。他重新定义了潜入的意义，只要杀掉所有见过他的人，这就是完美的潜入。大家好，我是修篇狂魔，我们今天要讲的正是《刺客信条3：狂战士康纳》的故事。一个举止文雅、风度翩翩的男人走进了一所歌剧院之中，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一路沿着剧院的墙壁攀爬，进入了一间贵宾的包厢之中。坐在这个贵宾的身后，袖剑从手腕弹出，刺入心脏，从目标身上拿走项链，起身离开，一气呵成。寻找撤退路线的时候，还不忘彬彬有礼的给女士让路。走出剧院，坐上马车，潇洒离去。而这个人正是康纳的父亲海尔森，只不过现在康纳还没有出生。海尔森回到组织据点，根据一本书上得知，项链正是可以打开一所前人所建宝库大门的钥匙，而宝库就在北美殖民地。无论这里有什么，对组织来说将会有巨大的意义。随后海尔森拿到了一份名单，名单上面这些人会帮助他达成目的。随后海尔森便启程前往了北美洲殖民地波士顿。到达波士顿以后，迎接他的是名单上其中一个叫查尔斯里的人。之后他在查尔斯的帮助下，将名单上剩下的4个人找到。在寻找宝库的过程当中，海尔森偶然救了一群当地的土著莫霍克人，其中有一个叫卡尼耶的女人。海尔森感觉他应该知道有关宝库的秘密，于是他帮助卡尼耶杀掉了赶走他族人的英国军队首领，并成功得到卡尼耶和他族人的信任。于是他带着海尔森来到了宝库大门前，可是手里的钥匙根本打不开面前这扇大门。就在海尔森特别焦虑的时候，卡尼耶独特的气质吸引到了他，两人很快就欢喜了起来。既然宝库没有办法打开，海尔森索性离开了卡尼耶，回到波士顿，开始把重心放在了建设组织上面。在这期间，查尔斯表现出了他对组织的忠诚，成功的获得了海尔森的青睐，如愿以偿的加入了圣殿骑士。没错，康纳的父亲正是一名圣殿骑士。之后卡尼耶便怀上了康纳，为了更好的让儿子融入部落，卡尼耶给他取名拉通哈给顿。在康纳4岁那年，和同村小孩玩捉迷藏的时候，他被几名圣殿骑士抓获，而抓他的人正是刚加入圣殿骑士的查尔斯。面对查尔斯恶毒的话语，康纳没有丝毫怯懦，而是将对查尔斯的仇恨记在了心里。随后他们将康纳打晕，当康纳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村庄几乎被大火焚烧殆尽，母亲卡尼耶也被倒塌的残骸压住。没有任何办法的康纳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葬身火海，而康纳断定造成这一切悲剧的一定是查尔斯一行人。转眼9年过去，13岁的康纳已经成长为莫霍克部族的一名战士。这些年因为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扩张，让他们部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康纳一直想要找到解决的办法，而在他的成人仪式上，部族长老向他解释了族人守护村子的使命，并且为康纳展示了村子世代供奉的圣物。接触到圣物的康纳见到了里面的先行者朱诺。朱诺告诉他，想要阻止那些正在侵略他们部族土地的人，并守护好自己的村子，他就必须要去寻找并加入刺客组织。于是年仅13岁的康纳踏上了变强的道路。他在长老的指引下来到了达文波特庄园，庄园里面只有一个名叫阿基里斯的瘸腿老爷子。康纳想请他训练自己，可阿基里斯根本不想搭理眼前这个脏兮兮的土著，于是他礼貌地请康纳离开。 Get the hell off my land! 无奈之下，康纳只能暂时住在庄园旁的马厩里面。恰好当天晚上，一伙盗猎者潜入了庄园，康纳自然仗义出手，保护了庄园。经过这件事情，阿基里斯看到了康纳的勇气和毅力，于是索性就收了康纳这个不成器的徒弟。之后，阿基里斯对康纳讲述了刺客组织和圣殿骑士之间的争端，以及双方不同的信念，并给康纳展示了北美殖民地所有的圣殿骑士成员的信息，其中便有康纳的父亲海尔森以及他的手下查尔斯。只要杀掉以他父亲为首的圣殿骑士，就会破坏圣殿骑士通过控制英国侵略美洲殖民地的阴谋。康纳其实从小就知道海尔森是他的父亲，但他可不会对这个抛妻弃子的人有丝毫留情。于是康纳开始了高强度的训练。在一次师徒2人去波士顿购买庄园所需材料的时候，为了方便康纳在殖民者的世界生存，于是阿基里斯将他拉通哈给顿这个名字改为康纳。恰好在一场反对高额税率的集会运动中，圣殿骑士也开始了自己的阴谋。随着查尔斯站在楼顶的一声枪响，被刺激到的英军立马朝着集会人群射击。站在高处本想着阻止圣殿骑士的康纳，也被海尔森指认成了开枪引发骚乱的罪魁祸首。这个时候，瘸腿的阿基里斯像是从来没瘸过一样，早已经不见了踪影。不过他为康纳安排了一个叫萨缪尔·亚当斯的人，亚当斯帮助康纳逃离了追捕。一转眼又过去了3年，经过了长期的训练，康纳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刺客服，并正式加入了刺客兄弟会。不久后，他的发小戛纳多贡找到康纳求助，原来是有人想要强买部落的土地，而这个人正是海尔森的手下威廉·强森。族人的安危在康纳的心里大过于一切，于是康纳在出发之前直接把斧头砍在了庄园门口的石柱上面，因为在莫霍克部族开战的时候，就会把斧头砍进木桩里，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把斧头取下来。阿基里斯听了之后大为震撼。You could have used a tree.
之后正式出山的康纳前往波士顿，找到了之前帮助过他的亚当斯。亚当斯告诉康纳，英军正在波士顿征收高额的赋税，搞得民众反抗情绪高涨。而之前那个要征收他们村子的威廉强森，还打算强行以高价格卖茶叶给亚当斯。正好威廉强森有一批茶叶正在港口卸货，只要毁掉茶叶就能切断他们的财路。于是康纳与亚当斯还有抗议者组成的纠察队合作，将威廉船上的几百箱茶叶通通丢进了大海。事情过后，本来以为资金链已经断掉的威廉，应该已经打算放弃购买村子的土地，可是他又一次卷土重来。为了对此事做出了结，康纳来到威廉的庄园，从高处跳下将之杀死，并从威廉身上找到了一封写给英军将领比凯恩的信。原来圣殿骑士计划帮助英国摧毁爱国者的武器与补给，一旦他们得逞，刺客组织就会陷入危险之中。恰好这时，因为之前康纳的英勇事迹，爱国者阵营的保罗·列维尔派人前来找康纳求援。为了阻止圣殿骑士的计划，康纳和列维尔四处奔走，提醒爱国者准备迎战即将到来的英军。在康纳的参与下，莱克辛顿的枪声打响了。在抵御英军进攻的战斗中，康纳立下了大功。于是在1775年6月16日，他受邀参加了大陆会议。大会推举出了正式的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而圣殿骑士一方的查尔斯也参加了这场会议。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查尔斯显然已经不认识康纳。在亚当斯的介绍下，康纳结识了这位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康纳感觉眼前这个人或许能够带领这个国家和他的部族走向自由。不久后，美国独立战争最大的战役邦克山战役正式打响。康纳决定直捣黄龙，刺杀掉英军将领比凯恩。而康纳也在这个近乎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舞台，展示了什么叫千军万马必白袍。他在人群中逆流而上，骑上战马，跨越战壕，在无数的炮弹轰击以及双方惊讶的目光下，他径直冲到了英军的阵列前。康纳身形犹如鬼魅一般，躲过了英军的第一轮射击。随后他便像虎入羊群一般，一路从正面潜入，朝着比凯恩所在的中军大营杀去。当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康纳的斧头已经狠狠地砍向了比凯恩的心脏。而在比凯恩身上的一封信件当中，康纳发现了圣殿骑士想要暗杀华盛顿的阴谋。随后他立马着手开始调查，发现父亲海尔森手下一名叫托马斯的人不但在纽约制造假币，同时也在谋划刺杀华盛顿。但在途中，康纳遭到查尔斯陷害，被关押进了监狱，并以谋杀的罪名被判处了死刑。在即将被执行绞刑的时候，导师阿基里斯带领刺客前来救援。在关键时刻，海尔森竟然出手救下了康纳，这或许也是对康纳亏欠的一种弥补。然而此时托马斯趁乱朝着还在吃瓜的华盛顿冲去，康纳也不管不顾的紧随其后。在托马斯即将得逞的前一刻，成功阻止了这场计划。康纳洗脱了身上的罪名以后，他受邀参加了独立宣言的签署仪式，这也代表着北美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控制，获得了自由。一转眼时间来到了冬季，华盛顿希望康纳能够帮他调查军营里面补给车队失踪的原因，而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是一个叫本杰明·丘奇的叛徒。于是康纳跟着线索找到了一座废弃的教堂，在教堂里面，他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老父亲海尔森·肯威。老父亲也非常激动，于是立马问儿子有没有遗言，俨然一副父慈子孝的场景。好在海尔森并没有想要杀掉康纳的意思，因为丘奇不但背叛了华盛顿，也背叛了圣殿骑士，两人目的也是一致的。于是海尔森提出了合作，找到丘奇这个叛徒。康纳见状也只能暂时放下多年的相思之情，与老父亲一起合作展开调查。在寻找丘奇的过程中，海尔森询问起康纳的母亲，但在康纳口中听到的却是自己下令谋杀了卡尼耶，这让海尔森十分震惊。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做过这种事，但仇恨已经让康纳不想再听这些。康纳已经在心里认定，就是查尔斯里烧了他的村庄，害死了他的母亲。之后通过父子二人的合作，他们在海上驾驶天鹰号，狠狠地撞向了丘奇所在的船只。最后父子二人成功地杀掉了这个叛徒。经过了这段时间与父亲海尔森的相处，康纳开始觉得圣殿骑士和刺客是有希望建立合作的。于是康纳将结盟的想法告诉了阿基里斯，但阿基里斯非常反对康纳的想法，他只觉得海尔森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北美刺客兄弟会的未来。或许也因为海尔森曾经打断了他的腿，不过执拗的康纳还是去找了海尔森。在接下来合作的期间，他们从抓捕的英军口中得知英国准备攻打纽约的消息，于是父子二人立马找到华盛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可就在康纳和华盛顿说话的时候，海尔森绕到华盛顿背后，看到了他的私人信件，里面的内容竟然是有一些康纳的族人选择投靠英军。于是华盛顿下令攻打村庄。在海尔森的揭发下，当年烧毁康纳村庄导致他母亲被烧死，其幕后的始作俑者正是华盛顿。或许正如比凯恩说的那样，康纳挥剑像个男人，但说话却像个小孩。康纳没有立马对华盛顿出手，而是指责海尔森，非得等到说出真相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告诉了他，并且跟两人都划清了界限。因为在康纳的心里，只有族人才是最重要的。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村子，一路上的传令兵被他见一个杀一个。可是等到了村庄，祖母告诉康纳，村子里面的战士竟然被查尔斯煽动去伏击还在等待命令的美军。康纳又赶紧去外边找到并打晕了这些埋伏的战士们，可最后一名战士正是他的发小嘎纳多贡。发小听信了查尔斯的谎言，误以为康纳是帮助美军的叛徒，无奈之下他只能亲手杀掉了自己的发小。做完这一切，康纳回去找到华盛顿，揭发了查尔斯的阴谋。可是华盛顿因为各种政治因素的原因不敢杀掉查尔斯，愤怒的康纳可管不了这么多，他必须杀掉这个人。就在康纳追查查尔斯的过程中，父亲海尔森想要阻止
康纳，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这样做，因为查尔斯代表了对于圣殿骑士更好的未来。羊群需要牧羊人，但结局是注定的。最后康纳还是亲手结束了自己父亲的生命。虽然海尔森死在了自己儿子的手里，但是他也认可了康纳的力量和勇气以及信念，并以他为傲。而不久后，导师阿基里斯也病逝在了庄园里。一下子失去了3位亲人的康纳内心极尽崩溃。在这之后，康纳怀着坚定无比的信念，势必要铲除查尔斯这个最大的威胁。他就这样不断的一次的追杀着查尔斯。终于在经过了一次激烈的追逐和战斗过后，两败俱伤的二人坐在了一间小酒馆里。此时已经不需要多说什么了，大家都坚信着各自的信念，多年的恩怨也该有一个了结了。在喝完查尔斯递过来的酒以后，康纳毅然决然将匕首送进了他的心脏。心愿已了，伤痕累累的康纳回到村子以后，最终发现自己一直守护的村子还是被人夺走，族人也已经被驱逐。他一直追求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别人的自由而已，和他还有他的族人无关。康纳在最后完成了朱诺交代的事情，把从查尔斯身上拿回来村庄一直守护的圣地钥匙埋在了阿基里斯儿子的墓前，墓碑上写着康纳的名字。其实阿基里斯一开始就把康纳当做自己的儿子在教导，康纳所做的这一切真的是已经尽心尽力了。虽然父亲的外冷内热让他抱着父子俩能够就这样一直合作下去，或许最终能够冰释前嫌的想法，但是他内心是倔强的，倔强到纵使被人当枪使，还是依旧坚持了自己内心的信念。但是命运总是那么残酷，至亲之人离开了自己，自己拼了命守护的部族也没能守护住。但正是他内心的那一份单纯和执拗，再一次振兴了落寞的北美刺客兄弟会。或许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如果康纳自己不挺身而出，那还有谁呢？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